大家，我是薛皮。今天呢，终于要来拍拖好久的韩国战利品分享啦。那上一支呢，才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日本买回来的战利品们。还没有看过的朋友，欢迎赶快去看哦。那其实韩国呢，是我们比日本更早去的旅行。我们是跨年的时候去的，所以其实已经回来2-3个月了。全部的东西都已经拆箱开始使用了。有一些东西呢，当做伴手礼的都已经送人了，真正留在手边的呢，其实没有非常多。但好处呢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2-3个月的使用心得，就是真实的体验是怎么样的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就跟着我们一起看下去。第一件想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身上的这件呢是 Base Range 的针织衫。那 Base Range 呢，他们是一个以有机材质为主打的一个品牌，他们的创办人是丹麦跟法国人，然后他们都是在葡萄牙、土耳其、法国等等的小工坊去制作他们的产品，然后他们的产品呢都是主打天然有机的材料，非常简约的剪裁，大部分都是以针织产品为主线，主打适合大部分的女生的体型可以穿着，每个人都可以穿出这件衣服的美丽。那他们有很多比较特别的品项，像是针织的内着或是吊带背心，还有一些绑带的洋装等等，都是他们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些品项。然后我这次去的呢，是他们位在韩国的景福宫旁边的门市店，试穿了几个品项，包括就是绑带洋装、绑带上衣等等。但是呢，都觉得那些品项可能对我来说有点太复杂了，没有很适合我。然后后来我就在特价区看到了我身上这一件呢，它是一件像是有点混纱材质的针织衫，它整件是纯棉的，然后这个混纱混了就是很多不同的红色啊、深紫色、白色、橘色等等的颜色。我觉得这件就是根本就是写着我的名字，然后它又是在折扣区的一个品项。试穿以后，我真的非常的喜欢，我很喜欢它这个有一点宽阔的廓形，还有它的有一点船型领的设计。然后它的针织呢，全部都是保留着针织原来的像这样子的肌理，就是它是直接收口做这个卷边的，没有另外再把它反折进去做一个车缝，所以它就会保留着针织这个材质原来的这个线条感，我自己非常的喜欢，穿起来也非常的舒适。我自己在买了当天以后，马上就换上去吃当天的跨年晚餐了。觉得这个红色真的是超级适合跨年像这样子的节庆氛围的，所以非常喜欢这件上衣。除了这件上衣之外呢，我们其他的品项啊，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买的。我们去韩国的第一天就去了圣水洞，那圣水洞呢是一个现在去韩国必去的一个街区啦。圣水洞呢，它其实主打的就是非常年轻、非常活力，有很多新兴的品牌店，还有很多特色小店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它本来是一个工厂区域，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厂房改建的咖啡店啦，或者是品牌店面的快闪等等的，算是一个非常新旧交错，但是有活力的一个新兴的街区。我觉得跟台北的中山站是有一点点像的。然后我们在圣水洞逛，真的是逛了一整天，逛了不亦乐乎，买了一些东西。接下来就继续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呢，我走进圣水洞的第一间店面，马上就买东西了。我们走进了一间古着店，这间古着店是这间，这袋子好香哦，还留着那个古着店的味道。然后呢，我买了一件毛衣，这件毛衣呢，它是在1楼的女装区，我一走进去就马上被吸引的一件上衣。它呢是一件像这样子，有点带格子状的。然后它的格子交错的颜色我觉得非常可爱，橘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、深蓝色等等的交错的跳色，但是都非常的和谐。它整件也不会非常的古着感，是一件现在穿也不觉得它会是古着，但是又非常可爱的一件 oversize 的毛衣。但是它的织纹呢，又是带着这种混着的混纱的感觉，所以又有一点点
古董的味道，蛮喜欢这件毛衣的。但是因为它是古着的缘故，所以它其实材质是有一点点扎的，但是在穿的时候我会带发热衣再或者高领毛衣在里面，所以就其实就还好，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隔天马上就把它拿来当搭配了，穿得非常的开心。那时候我们去韩国大概都是0度上下的温度，那其实穿这件毛衣，然后加上一件羽绒外套就非常的保暖，其实是非常的足够的，觉得它超级可爱的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也去了在韩国现在非常红的 Rockfish 的店面。Rockfish 呢，它是一间就是以雪靴跟运动芭蕾舞鞋为主的品牌店面，然后它还有他们自己的针织毛衣啊、针织的手套啊、帽子等等的作品。圣水洞的 Rockfish 的店面非常的可爱，它是一间2层楼的洋楼，然后2楼都有非常多不同的品项。我在2楼的区域呢，就看到了这一双，当然啊，这个是非常漂亮的古董蓝色的玛丽珍鞋。这双它是有一点点这种绒布的材质，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颜色。然后它有做像这样非常精致的咖啡色的滚边，扣子是金色的，它的底是有做这种横缝的底，所以它踩起来的脚感是非常好的。这双呢，我回来以后就是已经穿了好几个月了。我这次去日本也有带这双鞋子，然后真的是走一整天都不会累。我有蛮多双不同的，像这样子就是芭蕾舞鞋形态的玛丽珍鞋，那这双真的是我觉得全部里面最好走的一双，而且我走了这么多，它的底都没有脏欸，我觉得超级厉害的。它的底就是还是保持着非常干净的模样，踩起来的踩感真的是超级好，上脚感也非常的舒适。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意外的好走的一双鞋子，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 Rockfish 的店面看看。我不知道他们鞋子是不是全部都那么好走，但是这双我可以保证它真的是好穿又好走又好看的一双鞋子，而且它单价也不会很贵。我记得那时候买下来好像1800左右吧，1800台币左右。现在韩国的汇率真的是超级甜，在那边买东西真的是都很划算，都超级划算。我觉得像这样的一双品牌鞋子真的很值得去入手。再来呢，我在圣水洞也买了一条很喜欢的围巾，就是在圣水洞的选物店，这间选物店叫做 Beaker BEAKER。这间店在韩国的非常多地方都有店面，然后它是一间品牌集合店，选了非常多不同的品牌。这一条呢，就是我在里面发现的一条宝藏啦。然后呢，它是一条比较窄版的围巾，我觉得它大概只有20公分左右宽吧，但是非常的长。就我自己一直很想要找这种比较长的围巾，这样围下来啊，它大概是可以到我的膝盖左右。我觉得应该有超过180到200公分左右。它是一条像这样子有一点带着圈圈绒的白灰色的感觉，这个底下它是做了一个像这样子苹果绿色的小滚边，我觉得非常的清爽可爱。那时候在韩国也是买了就马上围了，然后我会像这样子围，就是有点把它当成小帽子这样子围，也非常的可爱。而且这条我那时候买的时候也超级划算的，看定价的时候觉得大概也是大概快2000块左右，然后买的时候店员就说他有打8折哦，然后打完8折再退税，就买下来不到1500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。就是这一次在韩国买到的东西，我觉得都是 CP 值超级高的。最后一项要跟大家介绍的呢，不是我买的东西，是我先生买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大家知道圣水洞有一间柯达的选品店吗？那一间店蛮有趣的，它不是卖柯达的相机，它是好像是把柯达的 logo 授权下来，帮他们设计了一连串的服饰跟包带等等的作品，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找到了这个超级可爱的帽子，然后这一顶呢是我先生的，他的这一顶呢是有一点就是尼龙的透气
的机能布料，然后里面是有带网状的透气层，是深灰色带着有点复古感的柯达的 logo 的。然后我们在那边总共买了2顶帽子，然后1顶是送给我爸的，因为我爸的那顶我们已经送出去了，所以就现在我手边没有。但是我在韩国有拍了一点点小影片，所以我可以放给大家看。爸爸的这顶呢，它是深蓝色的，然后深蓝色上面它的柯达的 logo 就是最经典的红黄配色，真的是超级经典。然后我爸也非常的喜欢，他真的是每天都看他戴着，就是很开心，就是送出去的礼物，就是爸爸真的很喜欢这样子。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顶，就是它的版型是非常好看，这边也不会有那种蓬蓬的太怪的那个角度，然后就是很漂亮的顺的弧度，然后戴起来也不会太深。然后帽檐是比较长的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帽檐是有一点长的，可是对我先生来说就是比较刚好一点点。然后我觉得这顶帽子真的是很值得收藏的一顶帽子，也是我先生最近穿搭的必备的单品。韩国开箱其实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，然后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同场加映，就是想跟大家闲聊一下。我们在韩国去了很多皮革的品牌，手工的皮革的品牌，很想要一个托特包，皮革的托特包。心中最想要的 No.1 呢，就是 The Row 的托特包啦。然后呢，在韩国也看到了很多品牌，他们都有做 The Row 的致敬款，我真的是每一个都去给大家背看看，然后都觉得，那个版真的好好看哦。可是又觉得好像差了那么一点，有些是皮质太硬，有些是设计比较复杂，最后都没有下手这样子。然后从韩国回来以后，我就很认真的想了一下，觉得我真的很想要一颗这样子的包。那如果我真的很想要这一颗包，我是不是就应该买下我心中的第1名呢？所以呢，我就买了这颗 The Row 的托特包。我买的这个是中号的。这个颜色呢，是我觉得非常好搭的一个颜色，它就是很标准的奶茶色。奶茶色好像有2个色阶，一个是像我这样子比较黄的，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灰的色阶。但我自己很喜欢我的这一颗，我觉得它现场比官网上看起来美超级多倍。这颗真的是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心脏砰砰跳的，就是觉得天哪，我终于入手了一颗自己好喜欢的一颗包包。收到手以后真的是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的细节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就是它的所有的车线啊、压工啊，然后或是内里的处理啊，都是非常的精致的。刚好跟做皮革的朋友见面，他看到我背了这颗包，他就一直在研究里面，他说这个真的是很好的皮革，而且它里面的处理也处理得非常好，然后所有的细节真的都是最好的皮料才会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质地。然后这个包包让我觉得最惊艳的地方呢，是它其实皮革超柔软，我可以像这样随意的凹折它，可它弹性非常好，就是我把它打开之后呢，它是可以非常硬挺的自己的站着的，它是既柔软又硬挺的一个包款，它是可以自己像这样子站在这边的，然后包包的提把也都不会掉下来。我真的是超级惊艳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它不论是春夏或者是秋冬都非常的适合。那如果有看到我的日本的影片呢，也会发现我整趟日本都是背着这个包包，它背起来自重非常的轻，容量也非常的够，就是旅行一般的东西 vlog 机跟相机都装得下，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颗非常非常实用的一颗包包。然后我觉得真的是，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什么很想要的东西，那绝对就是去买它原来的那个牌子，就是不要去买任何的致敬款，我觉得这才是对每一个品牌的一种尊重的一个做法吧。就是我自己真的觉得买下这个才不会自己心里面有遗憾，说自己只买了致敬款。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这个韩国战利品开箱分享，还有同场加映的包包。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，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讨论你们喜欢哪一个部分，我真的超级喜欢看大家的留言的。那也别忘了订阅我，追踪我的 IG，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